洛杉矶大火有一点让我特别想不明白，就是美国这样一个发达国家，怎么那么多的木质住房？木质的房子相对钢筋混凝土有特别多的缺点。你看这次的大火，就它不防火，你一烧，风一刮，成片就烧掉。这次在日落大道上有一个豪宅，它就是完好无损，边上的房子都已经化为灰烬，而它却屹立在那里。美国网友就说，这栋房子怎么奇迹般的保存下来了？建筑师就回他说，这不是什么奇迹，这就是混凝土。钢筋混凝土的房子，你烧着一栋，其他的不会蔓延开来的。而且这种木头的房子，它有很多的缺点，比如说像抗震，你要来个大地震，那个房子也全部要震塌掉的。木质的房子5到7级的抗震，而钢筋混凝土可以做到9级，你只要里面在地震带上的房子钢筋加粗一点。那这个还有，你看木质的房子它不防风，你看冬天风嗖嗖的吹进去啊，你不可能做到严丝合缝的。你就算没有吹进去，你给它隔上，它还是隔热效果差的，隔音效果也差，而且耐久度还一般，它使用寿命也不如钢筋混凝土的房子，而且安全性也不高，你可能开个 SUV 直接就能冲到他家里去了。当然它有一些优点，它的优点就是什么呢？造价低，因为美国像造这种木头的房子，它形成了供应链，你只要买一些标准件，甚至你自己都可以在家里去给它搭一下，拿一个小型的吊车给它吊起来，自己画一点结构，把那个木头搭起来，就变成了一个自己的房子。当然你还可以说它环保，对吧？直接用原生态的东西，你建的过程中就不会有那么多灰尘，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噪声去扰民。所以除了建造上更方便以外，木头的房子是全面的性能上不如钢筋混凝土的房子。你在中国，你就不要说一线大城市，你就到农村里面，大家建房子也是钢筋混凝土的了。是他们缺钱吗？美国人显然他不缺钱，他缺的是什么？我作为一个理科生还去调查了一下，还真的发现是他们体制的问题，就是房产税的原因导致的。因为房产税跟你的建筑成本有很大的相关性，你要是建筑成本高的房子，那么你房产税就高；建筑成本低，那么你房产税就低。所以房产税你是一经建立，那么你就一辈子要付下去，而且你这个房子只要在你就付下去。这样我看下来，其实在美国它不算什么拥有房子，它其实就是一个长期租的房子。你自己建了一个房子也相当于是租的，因为你付不起这个房产税，房子就要拿去被拍卖，那么不就是一个长租房嘛？相比咱们买来之后把贷款还完了，至少我们不用再付租金了。而建了木头的房子以后，那这个小区，如果你想特立独行的去建一个混凝土的房子，邻居们是不会同意的。你有噪声啊，你扬起灰尘啊，你建造肯定各种设备要放在小区里面，影响生活啊。所以还有环保组织啊，你建这个是不是环保？所以很多地方要建这个钢筋混凝土的房子，审批就很难。种种因素导致美国现在供应链集中在木头房子上。所以以后我想这种火灾包括地震，美国的房子各种各样都要出问题的。这种大规模发生的背后一定是有它的制度原因。你会发现美国人他不是不懂，他懂的。他在自己的学校、医院、体育馆、写字楼这些就是拿的钢筋混凝土建的。你看这次洛杉矶大火，那些公共设施明显就是没有烧掉的。所以他们是知道钢筋混凝土好的，只不过因为房产税的原因，大家最后都普遍性的建了这样一个木头的房子。这一点其实蛮让我震惊的。我顺便再去看那些数据，像美国这种木头房子比例在 94%。再看一个火灾死亡人数，2018年美国1000次火灾死亡人数平均在 8.5 人，2024年上海大概在 5.5 人，就是美国发生火灾次数死亡人数明显高于我们。而这种事情也不太可能在中国大城市发生，因为咱们都是钢筋混凝土的，你不可能像那个风一吹就把所有房子全烧着的。所以归根结底，这个是美国政府制度的问题。这个问题不去解决，以后我们可能还会看到像美国大片的房子着火的情况。用一句大家熟悉的话结尾，就是美国政府要等一等你们的人民，不光要造13艘航母，还得把大家房子建成钢筋混凝土，别让火灾再次大规模发生。谢谢大家。